生的城市，我只有不停孤独的寻找，仰望着天空，只留下一段遥远的旅程。忽然间，我发现这些年一眨眼来不及说再见，已遥远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，致我们没有尽头的远方，依然在阳光下奔跑的我和你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，致我们年少轻狂的脸庞，就好像一场不愿醒的梦，多温暖。你醒了？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做饭啊，尝一尝，我刚在厨房做的。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？憋在房间里久了，什么不会的也慢慢就会了嘛。你不能总闷在房子里啊。我也不想，可是突然之间就感觉什么心气儿都没有了。你怎么跟韩木阳说一样的话？我叫他来上班，他也不来。他要是在的话，也能陪我吃顿好饭了。欢子跟我说，每顿饭都给你留了，但你总赶不上饭点是吧？我这几天灵感爆棚，灵感一来我就不想吃饭，饿了的时候反而没饭吃了。那我给你当助理吧，生活助理。这怎么合适啊？这怎么了？我最近建了好几个组，然后试了好几个角色的戏，但都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角色。我觉得还不如咱们之前的电影，就不知道怎么就找不着感觉。我就觉得吧，我的演艺生涯好像就到头了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是不是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啊？没事，你等我的计划实现了，你一定会重燃梦想的。所以我就想着跟你干啊。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使唤我的话，你给我发点工资也是可以的嘛。不是这个问题，我呢也确实需要一个手下。可是吧，我总觉得……方木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连助理都干不好啊？那你不让我出来干点活，你让我憋在屋子里，那不憋傻了呀我？行，我答应还不行吗？对了，韩明阳最近怎么样啊？我怎么知道？瑶瑶，我知道有些话不该说，感情这种事情不能勉强。就算你们俩没有走到那一步，可是做朋友也可以啊。而且你看他对你这么上心，你又这么冷落他，是不太好啊。你怎么说的，好像你什么都明白似的呀？那你知不知道，男女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他根本就没有纯洁的感情啊。他或早或晚，不是爱就是恨。放在以前，我确实能够把握得当，但是现在我不是害他赔了钱吗？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面对他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还不如让他离得远远的。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大自然的逻辑。你这不相当于欠人家钱不还，还说人家不是吗？说什么呀？可能我这个比喻不太恰当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确实是让你们破了财了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也是一个现实。
我这心里我真的始终就是过意不去。我亏欠他的，也亏欠你的。你别这么说啊，可没人给你算这笔账，而且你也尽力了呀。我说欠就是欠了，那我真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吗？那我心里我也有我自己的责任心呀，我只是还不起而已啊。行，你说欠就是欠，反正都是欠了，那我就不如可着一个人欠。所以我就想着，哎，给你当助理，然后打下手啊，帮忙什么的，是不是？这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。行，那我们就专心工作，抛开一切胡思乱想。还有个前提，你得答应我。你说，项目的内容呢必须保密，尤其是重要的数据。我当什么高难度工作呢？晚上护士就要来，你不用做晚饭了，帮我备瓶酒就行。还有什么事儿？还有，你去帮我跟欢子沟通一下吧，你去跟他说，咱们这房子随便他用，给我留间办公室就好了。你看欢子现在做的这么好，又在招新员工，我怕他地方不够大又忙不过来，他肯定是不好意思开口的。所以呢，你去帮我说一下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人生不总有高潮和低谷的时候吗？哎，我现在好像突然明白了一些事儿。明白就好了呀。你知道我说啥吗？就明白就好了。我最近满脑子都是梦想工厂的事儿，我脑子每天都是短路的。你工作的时候工作，但是你放松的时候也得放松一下呀。有道理。你刚刚说明白什么了？我明白欢子为什么喜欢上程笑了。你不觉得他们俩很不搭吗？我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呀。人和人之间是有一种缘分的，可是他们之间的缘分，就算能搭成亲兄妹，也搭不成情侣关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但是我敢肯定呢，他们最后肯定还是会走到一起。不是，你这说话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不矛盾呀，有一种东西是能超越神韵的。什么东西啊？两个人，他不管是为了生活也好，梦想也好，在一起打拼着，时间长了，它自然而然就会生成爱情。赶紧吃饭，菜都凉了。刘总，哟，换新车了？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个好事儿找你参谋参谋。关于什么的？当然是关于房子的事儿了。那你说吧，反正我比你专业，你也骗不了我。上车。这个园区是属于红星村集体所有，之前是以产业园的形式批下来的，结果3年多了，一直形不成规模，招不来商户，就一直闲着。村里呢特别着急，就想赶紧的整体承包出去，或者是以合作的方式共同运营。能进去看看吗？没问题，村委会对来访者都特别的欢迎。我去拿钥匙。一起吧。如果把这打造成公寓往外出租的话，村里会不会不同意啊？应该没问题。我特意问过他们这个问题，他们有这方面的意向，但是呢，
因为村里边没人有经验，没人愿意做，所以这是我今天为什么找你来的原因。这位置倒是挺好的，听说前面的隧道和后面的地铁明年又通了，要是这样的话，应该会有很多人都搬进来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一定可行。那，你想怎么合作？这个看你的意思。别光看我的意思呀，主要你怎么想。我只是知道这么个地方，一时也没什么具体的规划，所以找你过来研究研究。那你能找着钱吗？这年头做正经事儿，钱太难找了。你这话说的好像做不正经的事儿好找钱一样。那当然，我觉得拍电影就挺好找钱的。开个玩笑啊，我这么说吧，主要是因为啥？别磨磨唧唧的。因为这事儿它跟方梦初有关系。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如果你确定这儿能做公寓房的话，那么方梦初就是你唯一的竞争对手。我之前呢带他去那里参加过招商会，结果他当时就看上了那片产业园，要把他的梦想工厂在那儿落地儿。那你又来找我说这个事儿，不怕我谈下来了他有想法呀？你想听真话吗？你是不是坏事干多了净扒瞎来着？怎么每次说真话之前都得强调呀？好吧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方梦初现在没日没夜的搞他那套招商方案，脑袋已经快魔怔了，而且他那个策划方案在那个地方是根本行不通的。你没觉得他最近的精神状态已经快到崩溃的边缘了吗？特别适合去完成我的梦想工程计划，里面不管从设施还有物业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觉得非常相信，交通、科技，他的精神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梦想工厂这个虚构的概念一定会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不管你之前对我有什么意见，我都希望你这次能相信我，毕竟我是进修过心理学专业，而且是以最短的时间通过心理学专业考试的。心理学，你就这么把李莹莹忽悠的五迷三道的呀？刘欢，以后别再拿这事儿说我。你嚷嚷什么呀嚷嚷？你心里没鬼吗？好吧，既然你老说这事儿，那今天我也说两句，咱一次说个透。那在我看来，李莹莹跟常笑那么多年，最后搞他一套房贷都没有还完的房，我们说点最实际的，在你老家，在我老家，结个婚娶个媳妇得多少钱？你算过吗？人李莹莹凭什么不要？再说那本子上本来写的就是她的名字。还有，我又做错什么了啊？你以为我图她钱啊？你知道真正有钱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讲完了。你还觉得自己挺委屈是吗？还在这长篇大论呢？是不是你勾搭他？是不是你给他出那些馊主意？你还觉得委屈，还在那叭叭叭没完没了的？我告诉你，霍启明，你要是能跟他在一起，踏踏实实结婚过日子，我反倒把你当个人。可是你会吗？你敢吗？我们俩是两情相悦，好不好？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下一个常笑？别跟我扯那些没有用。我告诉你，我也就是个女的。我要是男的，我早一饭碗扣你脑门子上。说正事儿，你为啥觉得方梦初的想法不切实际啊？你知道他整个策划方案如果真的想实现得多少钱吗？得几个亿，还只是硬件不算软件。你加上项目的对接、资源的整合、资金、人员等等所有的东西加一块儿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，反正你爱信不信吧。你既然知道行不通，为啥还要这么做呢？那是他精神幻灭之前最后的希望。就真一点希望都没有？除非特别有实力的企业自行打造，要么就是政府的项目，不然谁会投那么多钱让他去玩？资本的投入是要看见回报的，更何况他那是一个办公益性质的项目，那更不可能啊。所以我找你来是为了帮他。哎呀，你看他那么坚定，我也没办法说服他呀。你不需要说服他，谁也说服不了他。你要做的就是，赶在他之前，让他彻底的丧失掉那种荒唐的念头。
那会不会疯掉？那倒不会。他现在这个阶段呢，最需要的就是不破不立，只有破了，才能够彻底的恢复正常。哎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关心他呀？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小想法了，我也看好那片产业园啊，所以我宁可跟你合作，我不想陪他做无用功。这倒是说句实话，但我跟你说过，我不会跟你合作的。那我说了这么多，你帮我跟村里把事情谈妥，我给你佣金。也行。难受啊，难受啊！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在这儿泡几天啦？哼，不知道。真行，有家不回，害得我找你还得到这儿来买门票。别见面教育人好不好啊？你说你成天就在这泡着，能受了吗？哼，我受得了，我就是想洗个嘴，好好的脱胎换骨，重新做人。光耍嘴皮子没用，那得实践。还实践？我钱我实践没了，爱情我也没实践来，我真失败到姥姥家我。你再这么下去，你就完蛋了。完蛋就完蛋了，哼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土豪根本就不适合我。况且现在就剩下土了，哪还有豪啊？哪个人一辈子没有过低谷呢？啊，更何况你之前干的那些事儿，确确实实是不太靠谱啊。哎，我现在这儿有特别好的一个活儿，只要你提起精神好好干，你一定能干好。是吗？你看你什么态度阴阳怪气儿的，你到底想听不想听啊？我就想知道，我这个活要是干好了，瑶瑶她能不能回心转意？人家压根儿从头到尾就没看上过你，什么叫回心转意？当然了，这个女孩子呢就喜欢事业心重的男孩，你得先把活儿干好，对吧？女孩才能喜欢上你。算是看出来，这市场就没什么可信的，干脆信你。行，你说吧。真想听啊？上来。哎呦，说吧。我呢看上一片产业园，那儿有4栋楼，每一栋楼都可以改成110来套公寓。那你想想，如果这些公寓都住满了人，咱们能赚多少？算不太出来，反正是够干。关键你得投多少钱啊？投多少都行啊。咱们如果能找到钱的话，咱就自己干；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咱们就跟村里合作。我们负责运营和招租。那不还是相当于给他们村里打工吗？我又不是没干过地主，我干。那就让村里出房子，咱们投点钱，咱们来装修，然后再加上招租和运营，这样又保险，咱们还能赚得多。那差不多。哎，这钱我可以找过来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村那些拆迁户手里大把的钱，根本不知道怎么花，关键干别的他们也不会。我可以找几个关系好的，拉上他们一块干就得了。那太好了。就是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我爸也能投，他也有钱，但是呢，你得帮我想个办法，就是假装我也投了一部分，要不然我赔出去那些钱回去跟他对不上账，影响父子感情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好办。本来装修我也是想找你的嘛。那就这样，账呢我们来做，后面你挣上钱了，慢慢往里填不就行？
就差最后一个数据环节，我就能成功了。你还没走啊？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正准备回去了。哦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。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这么晚。我快起床了，还在我睡。那你就别回去了。不回去我住哪？哦，那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，有猪头肉啊，过来吃。啊，怎么了？您这是？吃饭了啊？哎呦，爸，怎么了？您这是？啊，来，哎呦，顺着气儿，顺着气儿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儿子啊，在呢啊。多吃了一管牙膏。哟，你这吃什么不好？这么大岁数吃什么牙膏啊？赶紧吐了，来，吐了，来。儿子啊，我不想活了，我想死。您要真想死，您和敌敌畏，百草枯也长。那玩意儿现在听说不好弄。行吧，甭在这演戏了，有话您就赶紧说。杨子，爸，那个，您是不是都知道了呀？我知道。我是把钱都赔光了。什么？你把钱都赔光了？不是，你这不是都知道了吗？这事儿。我是就知道我错了，谁知道你把钱都赔光了？哎呦喂，你这个败家子儿哎！这，日子怎么过呀？哎呦，也好，这事儿啊扯平了，正好。什么正好？什么是正好啊，爸？你把钱都赔光了。是啊，我这不是。我也把我那钱都输光了，咱爷俩扯平了啊！什么？你可真是我亲爹呀！你，我这比我还没溜，那么大一笔钱，你想输光都难，一下你怎么就输光了呀？这都是他们忽悠，这弄了把大的。怎么他们忽悠？您是被人下套了吧？您说您玩点什么不好？您非得去赌，您非得赌，这赌不赌？这赌不赌？有什么赌的？这是？爸，本来我回来，我有一大好事我要跟您说，
我想着咱俩还能合伙着翻盘一把。行了，这钱也甭说了，咱俩都得给欢子打工。咱俩要是掉一个，我非抽死您不行。建设银行，银行谁的？这俩呀，里面都没几个子儿。哎，这都不喝了呗。这中石油，中石化，是我的。来一个，走着，走。温泉洗浴中心。小子，你怎么去那种地方？你太不健康了！什么就不健康？怎么不健康了？这就是一泡澡吃饭的地方，怎么不健康了？我这天全指他过活呢，我这兔崽子，那你怎么不带上我呀？我要能喜欢上这个，那没准我就不赌了呀。带上您，我带上谁呀？这是？去。爸，您连门都不敢开，您这不是欠着饥荒的吗？我欠什么饥荒啊？这人你没钱呐，有感的不硬，这有点动静，真是犯虚。有点动静，哎呀，你去，肯定是找你的，去。真没欠钱，我骗你干什么？去，快去。哟，欢子，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呀？叔，闺女来了，哎，那坐，要不你也吃点？您自个儿吃吧。我爸呀，他那个毒瘾犯了，我陪他戒毒呢。哎呀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想玩就玩几把呗。你看看，多懂事！你这人家，是他不输个倾家荡产，他都觉着不过瘾。那是不能玩啊。哎，我之前跟你说那事儿，你到底干不干呀？你给我准话呀。那个没问题。哎，爸，这样您拿着那张卡，约上几个老街坊，咱去温泉池子里边泡边聊啊。嘿，好嘞。你看我这儿子，这聊事儿都得去会所。这别捧我了，您捧得越高，我摔得越狠。那个欢子，还有一事儿就是，我们家那份儿可能出不了了。那个，我们家那份儿吧，其实你们也不差我们这一份儿，是吧？那个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尽全力，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的啊！放心。杨子，去把我那套新衣裳拿来，我摊上。你自个儿取去。你瞅瞅，这儿子完全指不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早晚得让你俩败光。你个乌鸦嘴！哎，是我乌鸦嘴吗？怪你不给我当老婆。切！说正经的，那装修的事儿，你们爷俩到底干不干？干啊，那个肯定得干，那是个大工程。再说了，你这不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是不是？行，那你们俩好好准备准备。反正我跟产业爷那边已经说好了，只要他们预付款一到，我就立马签合同。哎呦，欢子啊，我知道你感谢我。哎呦，我真是太……对，我又不是路遥遥，你往我身上蹭啥？哎呦！汪叔，你干嘛？我要的是真实的信息和数据，不是你在网上随便一查就能找到小广告和短视频。
你听见我说话了没？你到底是怎么查的？啊？你去图书馆，去家大企业，跟他们宣传在这沟通啊！你不是最擅长沟通的吗？为什么给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啊？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天生就对这些数据不是很敏感啊。你既然干不了，为什么要当助理啊？我随便找一个人都比你干得强啊！先吃饭吧。你真有心思吃饭吗？你跟谁吼啊你？你爱吃不吃？老娘早就想揍你了！这种事情交给我，你还不放心吗？哎，瑶瑶，瑶瑶，啊，你怎么了？瑶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我长这么大，我就没受过这气儿。送我回去。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？这不欺负人吗？我找他去。找他干嘛呀？什么找他干嘛呀？我找他算账啊！我跟他的事，你算哪门子账啊？我打过，咱先不用聊。我至少我得去比划比划吧，要不然我多没面啊！小婷，待会儿得了啊。瑶瑶，你说，他不就说你几句吗？至于哭成这样吗？你那么在乎他干什么呢？我怎么能不在乎他啊？上次的时候，他见到我开心的跟个孩子似的，直接就把我。这次倒好，哎呦，我一进门他就嚷嚷，我一直忍着他，没完没了的，简直就像个神经病。神经病，那他也是厚德的。就搞那个梦想工厂搞的，那都是白扯，你不如干这个出租公寓呢。哎呀，我看你现在没什么好戏拍，你不如跟着我一块干吧。干什么？出租公寓啊，你就负责这个数人，然后查查水表、电地什么的。你可真舍得。哎呦，多轻松的活啊！你这样，我把我这工钱都给你，怎么样？说真的啊，恒龙，我就是啊，我之前我太闹心了，我找你出出气、撒撒火，你别一逮着机会就说这些有的没的，行吗？哎，我这是竭尽所能的为你着想啊！你当我是气儿吹的呀？没人找我撒撒气儿去火了，我是气没心儿啊！我是。无所谓，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哥们儿当时有钱的时候都没追上你，更何况现在。哎，我打算跟人欢子干了，欢子发展的不错。你说我要是能像贴你似的贴着欢子，说不定我俩还真能贴到一块儿去。我跟你说这干嘛呀？得了，走了。我送送你呗。用不着。
别的不说啊，你看这打印出来的彩印，每一张都像艺术品一样。梦想工厂的构思和规划形成了完整的区块链接，其中甚至包括教育环节，比如说梦想的启蒙教育和引导，目的是在于基于现实环境，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健康的梦想构建。我敢说，这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儿。这个只是策划纲要，数据版的呢？抱歉啊，数据版呢属于商业机密，在没有收到明确的投资之前，我是不会拿出来的。哦，我不是不相信你啊，只是这个梦想工厂确实耗费我太多心力了，也是为了保险起见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但是投资的最终还是要看数据的，不能光靠概念。这个我明白，我可以先去相关部门备案，申请个专利，等到关键时刻再拿出来展示。只是现在最重要的呢，就是找一个投资机构。为了能够顺利谈下来，我们可以绑定红星产业园，甚至可以联合开发、联合运营。放心，这方面呢我会尽力的。谢谢。这策划突然完成放松下来，还真有点不太适应。总觉得这期间忽略了很多事情，很希望能够调整调整。你可以回趟家啊。我也想回啊，回去安抚安抚我爸妈，见见我女朋友。可是我怕这一回去了，心情和节奏都被打乱了，影响我下一步的发挥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嘛。大家应该都认识吧？那你们先忙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送你。好。我以为欢子跟你讲过我跟莹莹的事儿呢，其实就是两个成年人的故事。我从来不关心别人的故事，尤其是感情故事。毕竟我的电影里连爱情元素都没有。走了，走了。你还知道打电话呀？邱总，有个事情想跟你沟通一下。你叫我什么？邱总，因为现在我只想跟你谈工作。霍启明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跟我谈工作你还不够呢。知道惹你生气了吗？这不是因为太想你了，又见不到你，你电话里你让我聊别的，我受不了吗？这还差不多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我呢，当时没跟你走呢，主要是因为我想静下心来，踏踏实实的做个项目，主要是怕你不理解，所以就没告诉你。怎么了？现在是做完了？做完了。做完了，你想说什么呢？不知道，当时也是一时心血来潮，头脑发热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光靠义气做事儿，只会埋头苦干的话，你挣不着钱的，纯粹浪费时间。有这时间，最应该做的就是多陪陪你。你发来我看看。好，我等你消息啊。不管你结果怎么样，我都准备好启程了。速度。我一再的坚持，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。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，又不停的迷惘。站在
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，青春在远方，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悲哀，走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，青春在远方，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